高达 Seed 中的高达为啥刀枪不入？事先说明啊，这里的刀指的是实体刀，枪也指的是实体弹药。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啊，因为 PS 装甲呗。可是 PS 装甲是如何运作的呢？它除了扛实弹、耗电快，还有什么别的优缺点吗？今天啊，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 PS 装甲吧。PS 装甲即相转移装甲，是由奥布宇宙殖民卫星中的赫里奥波利斯工程学院提出的，由大西洋联邦的技术军官马流主导研发的。什么是相转移呢？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啊，比如说水是物质 H2O 的一个相，冰则是该物质的另一个相，由冰转化为水，或者由水转化为冰，都是相转移。而当物质从低位相，也就是粒子中的冰，向高位相转移，也就是粒子中的水，转移时需要吸收能量，这就是 PS 装甲的基础原理。而 PS 装甲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金属材料，如果给该金属通上高压电，电场就会改变该金属的微观结构，形成了低相位状态，也就是刚才举例中的冰。此时如果受到物理攻击，该材料就开始向高位相转化，而转化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能量，同时还会利用该金属的超导性以及启动后的振动频率，进一步将受到的物理攻击散布、稀释，从而达到一种物理攻击几乎免疫的状态。这就是 PS 装甲的工作原理了。那么这个 PS 装甲到底有多硬呢？从剧中的表现，能无视常规 MS 的实体弹、重斩刀等武器的攻击不说，就连穿甲弹和磁轨炮都无法破它的防。设定集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描写，用炸药桶点火的可以轻易破坏常规装甲的爆栓钳，需要在电力充足的 PS 装甲上全力进行20到30次攻击，才能突破该装甲的承受上限，从而将其粉碎。而在强吸高达那块电池的支持下， PS 装甲也能够承受76发常规弹头的攻击，才会将电耗干。不过啊，这也是理论数值啊，实际战场上这个电池包除了要给 PS 装甲供电，还要给光束枪、光束剑、电推进器等供电，想接下76发实弹很难的啦。话说设定集中还有这段描述，就是 PS 装甲不但抗冲击、耐高温，甚至柔韧性还很好。哦，难道这是试图解释剧中出现的皮套腰呢？问题是这也太柔了吧。最后 PS 装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颜色固定，一旦出厂设置好颜色（括弧该颜色在设定好以后很难更改）回括弧通电即可显色，无需整备班单独维护，所以 PS 装甲在整备班那边还是好评如潮的。说到颜色，这里正好也科普一下 PS 装甲与 VPS 装甲的区别。我之前做视频时就发现好多人以为 VPS 是威力加强版的 PS 装甲，这其实啊是一个错误认知。VPS 装甲是预设了各种耗能模式来应对不同的作战需要，也就是说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已，是在电池技术制约下的讨巧行为。而单论性能，同功率下的 VPS 装甲与 PS 装甲是相同的，你得明白。根据设定集里边说的， VPS 装甲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嫣红枪袭，这也是为什么吉拉开着嫣红枪袭去找拉克斯时，颜色能调整为吉拉枪袭的经典配色。另外 PS 装甲也拥有超频模式，该模式下装甲会进行过载保护，同时呢会发出光辉来释放多余的能量。不知这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还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传言，就是 PS 装甲与反光束涂层不兼容。其实像迅雷高达的弓盾套装、深渊高达的龟壳甲都是涂了反光束涂层的 PS 装甲。后续的设定中呢也有提到，脉冲的盾牌也是 VPS 装甲。此时又有小伙伴问了，那既然二者可以兼容，为啥不把反光束涂层涂满全身，来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反光束涂层造价就不便宜，材料也相对稀缺，能给精英机体的盾都涂上就不错了。而且这东西维护难度也很高，就像现代战争中5代机的涂层，整备班拾到起来那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另一个问题呢，就是 PS 装甲在开发之初，主战场还是以实弹武器为主，而就算到了后期，在战场上真正高密度的火力网也都是由实弹为主而组成的。毕竟实弹武器造价低廉，攻击频率也很高，这一点是光束武器很难取代的，不是人人都能像强袭自由那样单击就能实现火力压制的。所以在实弹武器如此多的情况下，全身反光束涂层反而是有点鸡肋，大多数时候还没等反光束呢，就让榴弹把涂层给刮失效了。说到这儿了，就再来说说 PS 装甲的缺点。一个是耗电，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剧里体现的非常明确了。另一个就是对光束武器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注意我的用词是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并不是不能防。像创世纪那种超大型的 PS 装甲，甚至连洋电子炮都能防。之所以会给大家一种 PS 装甲怕光束武器的感觉，只不过是 MS 的 PS 装甲太单薄，而且电力供应也不够罢了。
最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PS 装甲无法与幻象粒子胶体共用，所以啊，迅雷开启海市蜃楼时需要把 PS 装甲关掉。这里再顺带提一嘴 TP 装甲吧，它的原理其实是把 PS 装甲埋在常规装甲内，当外侧装甲受到攻击时，触发内部的 PS 装甲供电来实现防御的，也是一种为了省电而研发出来的装甲。而至于 PS 装甲的量产，则是因为工艺复杂、原材料稀缺等问题，一直无法大规模量产。这也是为什么 C 的宇宙的实弹武器一直能有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杂兵之间，实弹还是很实用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的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C 中的大天使号被称为大灾星号，它真的是赔钱货吗？很多人想不通啊！联合军花大价钱研制出的最先进的战舰大天使号，一路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运回总部，怎么说卖就给卖了？他们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赔本儿，你算算大天使号这一路上赔的本儿，就知道拿它当诱饵，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疼了。本期视频由于要基于现实社会中的货币来对剧中的开销进行换算，因此像是同级别将官的工资、同地位战争武器，都将以现代社会中的货币等量换算。你明白？大天使号是 CE71年1月25号出港的，船员配备为大卫2人，分别是马流与木叔。我这边查到美国上尉的月薪，根据工作内容与参军年限不同，在4000到8000美元之间。注意啊，这只是月薪，还不算其他各种福利。考虑到大卫实际上是要比上尉更高一些，二人一个是代理舰长，一个是联合王牌机师，咱们呀就按照顶配8000美元来算。上尉是巴基露露以及吉拉2人，副舰长的话按月薪5500美元来算，驾驶员按5000来算吧。曹长是神舵手1人，月薪4000美元左右吧。剩下3个有头有脸的都是武长，月薪在2500美元吧。整备班方面只有一个整备班大叔有不少镜头，这种技术军官的薪资啊还不太好查，大叔这种高级技术军官就按照月薪5000美元吧。大天使号还有一些其他一般士兵，也就是2等兵以及后勤人员和厨子啥的，包括后来加入的吉拉的小伙伴他们啊。这个查不到具体数量，不过从马流打算脱离联合时的决议会中可以看到，此时船员大概在80人左右。如果算上之前战斗中的一些牺牲或者减员，估计啊，在大天使号出港时也就100人左右，平均每人月薪算1800吧。那么大天使号一个月舰载人员的薪资就是在22.3万美元左右。当然了，这还不算各种福利和待遇呢啊，就比如说伙食费吧。马流他们虽然军衔高一些，但考虑到大天使号物资紧缺，就算是跟普通士兵一样的伙食，按照每人每天7美元来算，那就是每月2万1。收留的难民数量我还真没查到，也算100人吧。他们是1月25日上舰，2月11日离舰，就算这期间他们吃了1万美元吧，那么大天使号首月伙食花费为3万美元左右。关于机体维护的成本，一上来木叔的梅比乌斯零式就让客队踢了个突，4个线筒炮全毁，主炮也被砍断。由于梅比乌斯零式在联合那边算最高端的 MA， 那么就拿芬兰在2021年购买 F35时的采购价8200万美元，再乘个3倍来算，那就是差不多2.4亿美元。由于最贵的中控相关设备没有损坏，剩下的靠替换件就能修理，那么就算维修成本是1/4吧，也就是6000万美元。之后吉拉开着舰装强袭，没有将回旋镖回收，这也是个损失。C 的系的回旋镖按理说啊，应该是搭载着简易龙骑兵系统的，所以才有精确打击以及巡路能力。但是强袭的这个用的太少，而且也很少有返航的情况。咱们就算它只是单纯的基层装甲铁头头吧，价值算50万美刀，毕竟上面也有光束生成装置，所以首日总开销啊为6050万美元。1月26日，吉拉被阿斯兰钳住以后，为了充电，将原本的装备空战装，包括光束枪和盾牌都丢了。考虑到他们一直在逃亡，估计也没时间回去收集飘到宇宙的装备，那么空装价值我们就按2200万美元来算吧。毕竟这个东西啊高推力，体积也不大，在 C 的前期应该是能对比当代火箭发动机的造价的。光束步枪在 CE 早期跟 UC 一样是稀罕货，咱们就算600万一把吧。基层装甲盾牌算87万，也就是说吉拉这次换装花费了2887万美元，这还不算大天使号打出去的弹药。然后是1月27日，在王八要塞的战斗中，不小心王八要塞给扬了。粗略算了一下啊，尼高尔打掉了一个护盾生成器以及3架 MA， 而迪亚哥和伊扎克打掉了8架 MA， 再加上这宇宙港一炸，里面的战舰基本啊也是大破起步，宇宙港内的各种 MA、交通艇以及军事设施也基本玩完。这一幕呢，更是直接尬掉了2个少佐、1个少将，以及其他都没有资格出场的一般军官。这一笔抚恤金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这笔账可就不好算了啊。不过呢，王八要塞是隶属于欧亚联邦的，他的损失关我大西洋联邦什么事儿？
不赔。2月7日，跟着弗雷他爸一起升天的第8舰队先遣队有纳尔逊级对舰攻击舰一艘，按照当今顶级的巡洋舰来算吧，50亿美元一艘；德雷克级护卫舰2艘，按照现实顶级护卫舰的价格来算吧，满打满算2艘20亿美元，外加舰载 MA 12架左右。参照 F-35的话，一架9000万，那就是差不多11亿。木叔的梅比乌斯零式引擎被打废，线筒炮也丢了至少2个，维修费算1个亿吧。今日开销82亿美元，这还不算军人的抚恤金以及打出去的弹药。2月11日与第8舰队会合前，吉拉扔了一把光束步枪600万，扔了一个光束军刀算50万吧，匕首貌似没扔啊。木叔被打爆了一个线筒炮1500万，大天使号局部集层装甲维修100万吧。今日开销2210万美元。2月13日，第8舰队为了掩护大天使号下降，牺牲了阿卡门农级宇宙母舰一艘，咱们就按福特级航母的130亿来算吧。纳尔逊级对舰攻击舰6艘以上，德雷克级护卫舰10艘以上，以及少说40-50架 MA， 光这些装备啊，少说就600亿起步，这还是按比较低的数量来算。按理来说啊，德雷克级护卫舰和 MA 应该会更多，价格按700亿算啊，都毫不夸张。咱们就折中一下，650亿吧。当然了，这依然没有算上军人的抚恤金。而扎夫特那边本次只出动了2艘劳亚级运输舰、1艘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以及10来台基恩和3台高达，并且用1艘运输舰就换掉了联合这边的宇宙旗舰，这个战损比啊，恐怖如斯啊！顺带一提，吉拉今日又把枪给扔了，扣600万，再加上强行突破大气层，外甲受损，修理下来少说1000万吧。今日支出650亿1600万美元。2月15日，在弗雷的 buff 加持下，吉拉发挥神勇，出战沙漠之虎部队几乎零损伤。弗雷牛逼啊！2月17日，吉拉扔掉盾牌一个，不过当时的沙漠之虎是撤退了。可以看到啊，后来吉拉又把盾牌给捡回来了。之后一直到2月28号都没有什么战事了，主角团出去购物都是奥布买单，甚至吉拉他们吃的饭都是虎爷请的。那么截止到现在，大天使号整整出击了1个月，为了掩护他到联合总部，设备加日常开销和工资一共花费了733亿2772万03千美元，这还不算各种抚恤金、弹药以及欧亚联邦王八要塞的损失，要是都加起来，上万亿都是有可能的。而大天使号的造价按照福特级的10倍来算，也就是1300亿。所以只要把大天使号护送到联合总部，根据资料做出主天使号，大天使号本身啊，真的是一个纯扫把星。对于联合来说啊，拿来当诱饵确实是没什么可心疼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C 的原本也是要与外星生物战斗的吗？不知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啊，在看完高达 C 的中鲸鱼化石以后，又看到了观星者中的宇宙探索计划，以为接下来就要快进到与外星文明交流了，结果交流没等来，却在00剧场版中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剧情。那么 C 的中的鲸鱼化石到底意味着什么？剧中的太空探索计划又是什么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其实 C 的整体的故事架构就是以人类探索太空的准备而展开的。当世界上第一个调整者乔治·格伦向大众公布自己是调整者这一事实以后，可以调整创造人类的并不只是神这一说法便流传开来，进而使传统宗教势力几乎濒临灭绝。之后呢，由木星陨石带带回来的鲸鱼化石更是进一步让人类的思维从持续了成百上千年的地缘、宗教等冲突中解放出来。虽然各大联邦之间的隔阂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但对宇宙的憧憬已经是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相当数量的人类。而为了适应对宇宙空间的探索，调整者的批量化生产也在自然而然的进行。以上呢，就是从美好的眼光来看 C 的宇宙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探索宇宙的目标有了，但是各大联邦势力会为了争夺宇宙的控制权，也纷纷搞起了军备竞赛。有钱有势的大人物们也不约而同的以探索太空为借口，将自己的子女改造成各种超级调整者，引发了新一轮的人才储备竞争。另一方面，众多从传统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失去了信仰，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调整者摁在地上摩擦的民众，在一些居心叵测的煽动者的领导下，成立了一种新的宗教蓝宇宙。它成立的目的不是什么拜佛拜神，单纯就是为了消除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不平等待遇。而当调整者数量在宇宙殖民地达到了一定规模，只有6000万人口的他们，经济体量却足以比肩拥有150亿人口的地球，蓝宇宙的理念啊，便激进到了想要搞种族灭绝的程度。可以说，一个是乔治·格伦，一个是鲸鱼化石，把整个地球圈搅得天翻地覆。人类看似到了目标星辰大海的时代，却因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搞得人类自身直接挑起种族战争了。甚至为了打种族战争，原本相对太平的地球圈也因对普兰特的态度不同而起了内讧。最典型的就是大西洋联邦吞并了南美合众国，欧亚联邦对普兰特支持者的镇压，以及剧中奥布的2次灭国之灾，属实是一种讽刺。
所以说很多当初看高达 C 的比较深入的观众，看到00一上来要根除战争，完成人类大一统，又在剧场版直接与外星文明对话的场面时，都不得不由衷感叹一句，这简直就是高达 C 的本该发展的方向啊！只可惜高达 C 的在调整者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的描写，有些过于符合大家对种族战争的理解了，让这两拨人和好确实有点天方夜谭。关于这一点呢，我以后也会开视频单讲。回到刚才讨论的话题，为什么说 C 的宇宙的人类早就做好了探索外太空的准备了呢？首先在殖民方面，除了进地球轨道的各大殖民卫星，人类也早已征服了火星，并在上面建立起了实验型社会，也就是命运计划的前身，这为人类在未来宇宙播种的形式提供了参照样本。其次，像第一季中出现的创世纪，原本也是为了给太阳帆类宇航器送光而建造的。最后也是最为实际的，就是 DSSD 机关的成立，全称是深宇宙探索开发机构。它是由地球联合、Plant 以及奥布等中立国共同注资建立的，其中投资最多的就是 Plant。研究出来的观星者高达不仅能够使用太阳帆作为推进系统，实现深空探索，同时它也搭载了高自律型 AI。虽然剧中还在训练中，但最终的效果是可以达到自行判断探索目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地外文明交流的。可以说，人类播种的工具有了，播种的距离保障有了，播种的制度实验数据也有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现实是，火星的社会样本被魔杖的议长拿来，给已经成固有体系的现有人类社会强行硬套，使得人类在迈向升空之前就对这种社会机制有了抵触心理。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这简直是在给深空探索计划创造阻碍。另一方面，用于给太阳帆送光的装置也被改造成了战略兵器创世纪，那足以毁灭地球圈生态的威力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相信未来就算是想以送光为目的建造这类装置，也会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又想搞创世纪，这等于是又给深空计划上了一层枷锁。而最关键的 DSSD 机关，由于研究出来的东西在军事领域又有相当大的实用空间，使得该机构就算已经委曲求全，将不少技术共享给各个势力的军方，以求能够获得继续研究的机会。但怎奈人员都是以科研水平更高的调整者为主，最终也难逃地球联合，确切的说是蓝宇宙的魔爪，受到了武力袭击。虽然主要研究者逃过一劫，但研发进度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它中立无援的弱点也是暴露无遗，研究前景只能说是路途堪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高达 C 的中人类深空探索主线的介绍了。不知大家看完以后对高达 C 的故事是否有一个新的认知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